上一世，男友的白月光在除夕夜开车碾碎我的双腿，我留着最后一口气向男友打电话求救，却被他劈头盖脸一顿痛骂：盛雪慧，你不就是不想我和思莹去吃饭，在这装什么呢？有空给我打电话，说明根本就不严重，装可怜的把戏在我这儿没用。他挂掉电话后，我失血过多死在路边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除夕夜。这一次我晚了1个小时出门，想走却被男友强行带到宴会。白月光看着我，眼底发狠，递过来一杯全是碎玻璃的酒。好妹妹，迟到了就要把这杯都喝完。他凑上来，附耳低语：要不然你就去医院给你的哑巴哥哥收尸吧。宴会厅的水晶灯璀璨又温暖，却晃得我浑身发冷。白思莹眼底的狠辣让我一下想起上一世，她开着车狠狠碾过我的双腿，一遍又一遍，剧烈的疼痛似乎还在，使我无法喘息。我下意识想和她拉开距离，白思莹却仿佛被人用力推开。就在马上要摔倒的时候，秦月林眼疾手快扶住，她眼底的关心都要溢出来了。脚有没有崴到？疼不疼？白思莹看似大度的摇头，不经意地看我。没想到雪慧妹妹那么瞧不上我，一杯酒也不愿意喝。我咬牙，咽下颤抖的音符：酒里有玻璃，你是想杀人吗？3年的交往让我下意识看向秦月林，可他自从白思莹回国后，他就处处偏向白思莹。思莹是医生，他有分寸，难道他会害你？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和你们公司是有合作的，现在我命令你喝下去。我觉得满嘴苦涩，心仿佛被针扎，密密麻麻的疼。是啊，我是秦月林白纸黑字签来的替身女友。这3年，我哥为了救秦月林出了车祸，后来我扮演白思莹，而秦月林也要无条件帮助我哥完成治疗。我知道，如果我违背了他的话，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停掉对我哥的治疗方案，而我不能承受这样的结果。我的短暂沉默却被其他人以为是拒绝。秦月林的几个兄弟眼露轻蔑：你以为你是谁？就是思莹姐的替身而已，居然还敢拒绝？秦少，女人可不是这么养的，太过娇惯就容易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。秦月林的眼眸渐渐深邃，吓得我一激灵，可他动作更快，拿起酒杯掐着我的下巴。我慌了神，也顾不得违约。秦月林，我要解约，我要和你分手。红酒和碎玻璃涌入我的口腔，生理习惯让我下意识吞咽，但紧接着的就是撕裂的疼痛和血腥味。一杯酒结束，我吐出一口血，嘴唇血肉翻飞，疼得几乎麻木。我跪倒在地，捂着脖子，发出带血的嘶鸣，感觉喉管都被割裂了。白思莹故作关心：雪慧妹妹看起来好疼啊，真的没事吗？秦月林瞄我一眼，嗤笑：她呀，最怕疼。要真有什么大事，早就翻脸了。好了，别管她，我们去吃蛋糕。我一个人蜷缩在宴会厅的角落，嘴巴里的疼痛蔓延到胃，我觉得自己要死了。我颤抖着手摸出手机，打给职业替身公司的领导：霍总，我和秦月林的替身服务马上到期，我想申请领一具尸体，假死脱身。现在的我只想逃离，我有存款，可以带着我哥一起跑。每说一个字，我的口腔就流出更多的血，原本就贫血的我已经两眼发黑。对面的霍总马上答应，似乎还要说什么。下一刻，我的手机被穿着皮鞋的男人踢开。还能玩手机，那就是没事儿呗。你怎么那么会演呢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有事。秦月林蹙着眉，满脸嫌弃地捧着蛋糕，流那么多血也不擦擦，脏死了，快擦干净起来吃蛋糕。我一张嘴，又是一口血，胃里是翻江倒海的疼痛。我扯着秦月林的裤脚：我好疼，带我去医院。似乎是我的血刺激到了秦月林，他愣神后蹲下身要查看我的情况。就在此时，大地开始从轻微到剧烈的晃动，地震了。秦月林甩开我的手，
马上冲过去抱住白思莹，在生死面前孰轻孰重一眼便知。一伙人迅速要往安全通道逃生，我被碎石和掉下来的酒杯砸中，脸上也开始流血。秦月林带来的人里，到底有人看不下去。秦少，要不要带盛小姐出去？她好像受伤了，走不了。而秦月林在紧张地查看怀里的人的情况后，施舍给我一个眼神：不用，她根本没事，刚刚还玩手机呢，等会儿自己会跑。我的泪水早就流干，此时被他的话刺激的双眼发酸。为什么男人总是那么易变呢？他曾经说好的，我就是我，白思莹就是白思莹，他爱我，会给我名分，会和我一起照顾好哥哥。摇晃的水晶灯砸下来，砸在我的腿上，剧烈的痛楚让我再也无法忍受，昏迷过去。再次醒来是在医院里，我的腿断了，嘴里的伤口被缝合，医生用了好久才把玻璃清理干净。护士叮嘱我最近不能讲话，我正要闭目养神，白思莹挽着秦月林把我的房门推开：雪慧妹妹，你刚刚怎么不跑快一点呢？你看你都受伤了，我也是医生，我帮你看看你的腿。白思莹扭着腰过来，手落在我断裂的腿上，用尽全力按压下去。啊！我发出惨叫，嘴里的伤口崩裂流血，双眼蓄满泪水滑落脸颊。秦月林被我吓了一跳，给我一个嫌弃的眼神：要不要这么娇气啊？轻轻碰一下都叫那么大声。白思莹笑得温婉，手上的力气却不减。雪慧妹妹还小吗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让她转移注意力。她把手机拿出来，放到我面前。我哥插着氧气管的脸出现在屏幕里，他脸色苍白，露出虚弱的笑。看到我，他眼里露出担心，开始很努力地比手语。雪慧，你怎么受伤了？看得我眼睛发热，疼痛似乎也减轻了。我和我哥相依为命，他为了供我上学，自己辍学去送外卖，就是在送外卖的路上救了被仇家追杀的秦月林，意外替他被车撞了一下，结果全身检查时查出脑肿瘤，肿瘤压迫神经，出现了失语症。为了还医药费，我去做了职业替身，一直跟在秦月林身边，因为哥哥再苦再累都值得。哥哥露出一个带着眼泪的笑：雪慧，等哥哥病好了，带你一起出去玩，我们去新疆，去西藏。如果你不喜欢他，我们就再也不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原来我哥这几年虽然躺在病床上，但什么都知道。他看出我过得不开心，我的眼泪流进嘴里，满嘴咸涩和铁锈味儿。白思莹把手机拿远，凑上来小声说：本来你哥哥是有机会活着的，都怪你，谁让你一直缠着岳林呢？我都听说了，你之前和公司说不愿意终止替身合约，对吗？上一世的除夕夜，我提早1小时出门，就是拒绝终止合约，因为哥哥需要的治疗费太多，而我也爱上了秦月林。可是这件事只有我和撞死我的白思莹知道，难道她也重生了？白思莹笑得温柔，话里全是恶毒。她示意我看手机屏幕，哥哥前一秒还在坚强地露出微笑，下一刻却双目瞪大。砰！是器械砸进肉里的声音，鲜血溅到屏幕，染成了血红色。我直觉怒气直冲头顶，顾不得嘴里已经缝合好的伤口。我想扯住白思莹的衣服，针头被扯开，因为情绪激动，手背的血居然止不住。你把我哥怎么了？白思莹动作迅速，后退秦月林的怀里。雪慧妹妹，对不起，都怪我自作主张，给你哥哥安排了最好的病房。我也只是好心啊。秦月林厌烦地看着我，揽着白思莹向后退几步。思莹，你真的太善良了，盛雪慧就是嫉妒你，不识好人心。盛雪慧，你这几天就在医院好好反省，哪儿也不许去。若是上辈子没发生那么多事，我一定会缠着秦月林胡闹，可我不敢了。我双目赤红，嘴里全是血，滴滴答答砸在被子上。秦月林，我们分手吧。病房霎时寂静，秦月林攥紧拳头，语气冰冷。分手？
你也配主动提分手？休想！窗外的积雪压断树枝，把我的理智也压断了。我挣扎着要起来，白思莹装模作样来阻拦。我扑上去咬她的手，可我还来不及用力，就被秦月林扇了一巴掌。白思莹捂着手背，浅浅的牙印哭泣。秦月林露出恨不得替她疼痛的表情。恍惚间，我想起几年前，为了满足她刁钻古怪的胃口，我学着做菜，意外烫伤手指的时候，她也曾露出这种表情。她说：“雪慧，只要你有一丁点难受，我就心疼。”可是现在，她只冰冷刺骨地吐出一句话：“牙齿不老实，伤了思莹，就把你的牙全拔了。”我浑身颤抖，不自觉向后退。秦月林掐着我的下巴，而白思莹不知道从哪儿找到铁钳，铁钳发出冰冷的光，越来越近。突然，有人闯了进来。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来人是替身公司一直和我接洽的小许。小许看到的病房的惨状，瞪大的双眼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是要杀人吗？”他想冲进来解救我，但是却被赶来的保镖拉住。那是一直跟在秦月林身边的人。“这里不关你的事，滚出去！”秦月林目光阴沉。小许是女生，不可能打得过她的保镖。你们这样是违法的，知道吗？事实上，这家私人医院都有秦家的股份，在这里说是秦月林只手遮天也不为过。小许被带走了，我只能用尽全力喊出来，希望他能听见，帮我去找霍总。只要找到霍晨，他就一定能把我救下来。可是我的话激怒了秦月林，他双目猩红，手更用力地捏紧我的下颚。“霍总，你背着我还勾引了霍晨，真是好样的！”我疼得流眼泪，想后退却退无可退。他只是我老板，我没有勾引他。就在此时，白思莹悠悠的声音传来：“月林，你送我的项链不见了。”只见白思莹眼尾都哭红了，似乎真的很着急。我知道那条项链，因为那原本是我的。秦月林拍下那条项链就是要送给我的，可是后来却戴在了白思莹的脖子上。当时我还找秦月林发过脾气，想到这儿，我心里一下升起不好的预感。而秦月林也转头看我，眸光深邃：“是你拿的，对不对？你之前就因为我把项链送给思莹，就来找我发脾气。”白思莹却看似大度：“应该不会吧？雪慧妹妹不是这种人，只是刚刚妹妹咬我的时候，好像还扯下了项链，吃进了肚子里。雪慧妹妹，项链吃进去会死人的呀，不如让月林帮你取出来吧。”我心中一颤，开始拼命摇头：“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们可以去拍片呢。”秦月林抚去我额头的汗水，眼中有动摇。白思莹藏起眼底的狠辣，眼泪簌簌落下。原来我在月林心里什么也不是，对不起，是我任性了，都怪我，对不起。他的改变让秦月林慌了神，却更加坚定地看着我。拍片太慢了，雪慧，我要亲自打开你的胃看看。秦月林根本不是医生，却想亲手打开我的胃。这一切只是不想白思莹伤心。他让保镖守在门外，谁来也能开门。手术刀被送过来，在桌上齐齐排开。秦月林也紧张了，手术刀有些颤抖。我察觉出他的犹豫，满是冷汗的手握住他的手腕。“秦月林，我是稀有血型，现在已经失血过多，你这样一刀下去我会死的呀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孩子吗？对不起，我之前瞒着你，其实我怀孕了，你要当爸爸了。”我的确怀孕了，瞒着秦月林。这3年，我逐渐眷恋他的温柔，我忘不了他在我高烧时开车去几千里的寺庙，跪着上山替我求情。回来后，我病好了，他却昏迷了3天。可是现在的他好陌生，不是我爱的人了。我浑身怕得发抖，眼前发黑。你放过我，只要放过我，我可以堕胎，我可以离你们远远的。我们分手吧，我不会缠着你，我会和我哥一起走。秦月林却把手术刀抵着我的皮肤，金属的冰冷让我的肌肉都在发颤。我没有想过要你走，你也休想离开我。雪慧，只是一条项链而已，等我找到了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他的动作很快，
我能感觉到皮肤被划开，没有打麻药，明明应该很疼很疼，可我却什么感觉也没有了。冷汗浸湿了床单，温热的血到处都是，意识逐渐恍惚，手脚冰凉。突然，病房的门被一脚踹开，秦月林高度紧张的神经突然被刺激，手术刀掉落在地。秦月林，你是想杀人吗？霍晨赶来，目眦欲裂，而秦月林两腿发软，赤红的双目瞪着白思莹，手指着我被剖开的胃，为什么没有？不应该有项链吗？项链呢？他紧扣着白思莹的双肩，用力晃动。你不是说项链不见了吗？项链呢？白思莹热泪盈眶。月林，你轻一点，我好疼啊！霍晨带来的医疗团队紧随其后，开始准备抢救。我的伤口很深，不停渗出液体。秦月林这才察觉我的气息微弱，他抓起我的手，冰冷的眼泪落在我的手背。雪慧，你还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霍晨冷峻的脸此时更是结满冰霜。他一挥手，就有人要带走秦月林两人。你们干什么？那是我女朋友，我要留下来。房门合上，门外还传来剧烈的敲门声。新鲜的血液进入体内，我虚弱地撑起眼皮。霍总，尸体准备好了吗？霍晨点点头。我想笑，却没有力气。意识的最后，我轻声说了一句：拜托了，我想离开这里。这场手术做了很久，几乎是初一的早晨才打开房门。白思莹已经因为身体不适被司机送回，只有秦月林呆坐在病房外，时不时扇自己一耳光。他看到打开的房门就冲了进去，血腥味扑鼻，只一眼他就看见躺在血红色床单上的我。我的脸色苍白，浑身散发着死气。秦月林嘴唇不自主地颤抖，他伸手要摸我的脸，没有想象中的温热柔软，只剩下冰凉。急救医生摘下口罩，很抱歉，由于患者创面过深，失血过多，并且是稀缺血型，导致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，请节哀。说谎，雪慧怎么可能有事？这是假的，是假的。秦月林不可置信地摇头，可在看到我后又流下眼泪。雪慧，慧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，我知道你就是生气了，你是怪我对不对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霍晨嗤笑，秦月林，你现在假惺惺地哭给谁看呢？他一把将我抱起，要带我离开。霍晨把我送上早就准备好的车，秦月林却叫来好多人，毕竟这医院也算是他的。可他不知道，我上了车后，身体就和早已准备的尸体互换。我虚弱地睁开眼，看着车窗外的男人抱着尸体痛哭流涕，只觉得可笑。霍总，我哥呢？霍晨的目光沉静，可我却看出怜悯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你哥去世了，说是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，但这件事有蹊跷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查清楚。我捂着嘴，压抑哭声，不能哭，现在哭，那个一直为我擦眼泪的哥哥也不在了。谢谢你，霍总。我想过几天带着我哥离开。霍晨应下。我还在做职业替身时，霍晨一直暗暗帮我。如果不是这2天，这一切都发生在秦家的势力范围，霍晨不会允许他手下的人受到这种伤害。隔着衣服，我轻轻摸了摸我腹部的缝合口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的感情，还有孩子。车里很安静，我冷不丁说了句：霍总，我能再麻烦你一件事吗？秦月林把尸体带回了秦家，把秦家人吓了一跳，佣人们被吓得乱跑。秦家最小的儿子秦怀更是原地吐了出来。哥，人都死了，你带回来干嘛？秦月林把尸体安放在床上，手指整理他凌乱的长发。这是你嫂子，你嫂子没死，只是睡着了。他的话轻飘飘，却令秦怀汗毛倒竖，跌跌撞撞跑出去，大喊着：哥哥疯了！秦月林听了，只是淡淡一笑，他没疯，这是他欠程雪慧的。他早就答应了，要保护好她，永远爱她。秦月林的手机响起，电话那头是个说起中文十分蹩脚的外国男人的声音：秦先生，请问我的妻子白思莹是在你的身边吗？他浑身一僵，
皱起眉头。思莹出国是去进修医学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污蔑她？外国男人停顿片刻，看来我得好好和你说说白思莹这个女人的真面目了。我在霍家住了1个月，霍晨把世界上最顶级的专家请来，我的康复速度很快。等我能站起来走的时候，霍晨带着我来到我哥的墓前，他替我选的墓地环境清幽，特别适合我哥。对不起，我自作主张，用了一点你哥的骨灰做成一枚戒指，算是给你的念想。霍晨递过来一枚戒指，放在我的掌心，我似乎感觉到戒指传来温暖的触感，想开口感谢，却落下泪来。霍晨递给我一张纸，语气有些犹豫。秦岳霖要和白思莹结婚了，就在今天。我捏紧纸巾，又松开。不关我的事了，但是婚礼的正中央放的是那具尸体。我猛地抬头，我没想到，我拜托霍晨帮我联系白思莹的前夫，并让前夫去找秦岳霖，到了这样的地步，他还要娶她。原来我终究只是替身。秦岳霖的婚礼是死一般的寂静，来宾不时把目光放在正中央的尸体上，开始窃窃私语。白思莹穿着婚纱，没有任何喜色，身边站着2名保镖。岳霖，我们结婚，让雪慧妹妹躺在中间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秦岳霖的笑明明很温和，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有什么不好？我觉得很好啊。他扯住白思莹做好造型的头发，正当白思莹茫然时，就被人狠狠踢中小腿，正好跪在尸体前面。那天你冤枉雪慧偷项链，总要有个说法吧？秦岳霖压着白思莹的头，自己也跟着跪下。他曾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可现在却连尸体的腐败都无法阻止。秦岳霖手一松，旁边的女人就软倒在地，额头鲜血淋漓。突然，他感觉到一道灼热的视线，回过头，恰好看到一个女人转身离去。那个背影，那头他亲手梳理过的长发。雪慧，慧，女人上了一辆车，是霍家的车。晚饭时，霍家的管家突然进来了：“先生，秦家那位找来了，说是要让您把盛小姐交出来。”我筷子一顿，想起秦岳霖用刀划开我身体的那一刻，呼吸开始加重。霍晨却很淡定：“别怕，我替你出去看看。”我安下心来，把饭吃完，才从掀起一点窗帘看出去。秦岳霖跪在霍家门口，任由佣人用洗菜水泼他，他都不动。雪慧，你出来见我一面好不好？他已经走了，你来我家喊又有什么用？霍晨冷着脸走出去。再说，你和白思莹已经结婚了，再过来找人不合适吧？我可是听说你的此生挚爱是白思莹啊。秦岳霖却摇头否认，那是谣言。我和思莹青梅竹马，是，她是我初恋，可在她出国后，我就已经放下她了。她在我眼里就只是亲人。一向风度翩翩的霍晨紧蹙眉头，把手里的一沓报告单扔在他脸上。为了这个没有血缘的亲人，你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，你是个男人吗？雪慧的身体根本不适合怀孕，但她还是愿意为了你吃苦。可你呢？自私自利。秦岳霖抖着手捡起那些报告单，有些已经湿透，他轻轻拿起都会裂开。他趴在地上拼凑碎片。她真的怀孕了？为什么？这不是为了让我不要动手才骗我的吗？孩子，我真的有孩子。秦岳霖握紧的拳头砸向地板，很快手掌就渗血了。他抬头，还想问更多的细节，回应他的只有紧闭的大门。等到夜半时分，我回到卧室，却被人用一只手捂住嘴，秦岳霖的另一只手紧紧搂着我，头埋在我的颈侧。雪慧，太好了，你没事。真的没事。他温热的吐息让我脖子上的汗毛倒竖，我僵着身体，全身开始出冷汗。窗外透进幽冷的月光，让我们互相看清了状态。秦岳霖松开手，表情受伤。你怕我？雪慧，你怕我？我忍住颤抖的嗓音和打冷战的牙齿。我不想看见你，你马上走。秦岳霖的情绪有些失控，到底是不想看到我，还是不舍得离开霍家？
你是不是爱上霍尘了？想要离开我跟他走？”他不等我回答，又压下哽咽抱着我：“爱上他也没关系，只要你能把自己分一点点给我就好，我只要一点点。”我没想到1个月过去，原本桀骜的他变得那么卑微。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太迟了。那白思莹呢？她怎么办？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。秦岳霖有些心虚的别开眼。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被他欺骗了。但是我们暂时还不会离婚，你先忍忍，这都是为了你。我抹了把脸，把泪水擦掉，反手摸到墙上隐秘的按钮，用力按下，整个霍家顿时发出警鸣。安保人员迅速上楼，秦岳霖被包围，但他丝毫不慌，举起双手。临走时，他意味深长地留下一句：“等我来接你。”雪慧。夜深人静时，秦岳霖回到秦家，就听见白思莹在对着佣人发脾气。他把热牛奶泼在佣人的脸上，烫得那人滚得尖叫：“怎么那么没用？我说过我要喝80度的牛奶，多1度少1度都不行。我可是你们二少奶奶，要是不按我的吩咐做事，就全部给我滚出秦家。”另一个跪着的佣人看到秦岳霖进来，爬过去求情。原本面容凶狠的女人马上变得温婉柔弱：“岳霖，这几个佣人太没用了。你也知道，我睡眠不好，要喝温度适宜的牛奶。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”秦岳霖露出一个笑，摇摇头。他搂着白思莹：“今晚我陪你吧。”白思莹被带到最里面的房间，远远的就闻到恶臭。啊，这是……秦岳霖附耳低语。雪慧也睡不着。我们一起陪他。你从70岁的老男人那儿跑回国，不就是为了嫁给我吗？那现在听我的，我的断腿彻底好转的那天，我准备离开霍家。我身无一物，所以什么也没带，却迎面撞到一个女人，居然是白思莹。白思莹发丝凌乱，裙子都没整理好，就匆忙跑过来。她看到我，笑着流下泪水：“你没死，你居然真的没死，盛雪慧，你害得我好惨。上一世也是，这一世也是，凭什么？”他的话让我彻底断定他也是重生者。白思莹的话没有逻辑，但我还是听到了上一世我死后的后续。上一世我死后，白思莹并不好过，反而被秦岳霖报复了。同样的办法，用车碾过他的双腿，一遍又一遍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只离开了3年，他就爱你，爱得要死？岳霖让我和那具尸体一起待了2个月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？白思莹清白的脸上似乎都浮现尸斑。我攥紧拳头：“那是你罪有应得，是不是罪有应得？是我说了算。”白思莹飞扑过来，压在我身上，掐着我的脖子。就在我即将窒息时，霍尘出现，把他一脚踹开。紧接着是秦岳霖带着警察过来，警察把白思莹铐了起来。秦岳霖松了口气，下意识找我在哪儿，却看到我躺在霍尘怀里。我揉着脖子咳嗽几下：“我没事。”抬头却和双目通红的秦岳霖对上视线。我垂下眼，躲在霍尘怀里。被手铐铐住的白思莹发出尖叫：“秦岳霖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盛雪慧？你说呀，你不是最喜欢我的吗？为什么那么快就不喜欢了？”秦岳霖步步逼近，捏住白思莹的下巴：“因为我想起来了，因为你，我失去了他2次。”我心下一惊，这个秦岳霖还是原来的他吗？白思莹被带走，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秦岳霖想靠近我，我步步后退。就这样吧，我知道以秦家的权势，定他的罪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我躲得起，我会走得远远的。秦岳霖深吸一口气，掏出一枚戒指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那是几个月前我缠着他要的那一款，说好的新年那天就给我戴上。我伸出手，露出上面的那枚骨灰制作成的戒指。不好意思，戴不下了。而且我哥不喜欢你，我哥让我走得远远的，只要不想见，就永远不回来。我听话，我最听话了。一滴泪落在戒指上，我小心翼翼擦干，抬头，秦岳霖已经泪流满面了。他就静静站在原地，看着霍尘护着我上车。
我坐着飞机去了很远的地方。某天，霍晨告诉我，秦岳霖失去了秦家的继承权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最崩溃的是白思莹。他从国外跑回国，就是因为知道秦岳霖得到了继承权。年轻的秦岳霖比国外70岁的富商老头好多了。白思莹还幻想着秦岳霖想通了，会接走他。可他只等到秦岳霖失去继承权，以及自己无期徒刑的审判通知，霍晨把秦岳霖的黑料全都放了出来，秦家也容不下他了。他拿着一笔钱被赶出家门。某天，我在牧区看羊吃草，突然发觉身边多了一只鞋子，是我养的小狗叼来的。没多久，一个男人过来认领，我把鞋拿给他。秦岳霖晒黑了，小心翼翼对着我笑：“雪慧，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相见，我们要不要一起？”我没听见他的话，叉着腰训狗：“豆包，以后不许随便偷陌生人的鞋子，知道了吗？”“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过几天就要离开了，以后也会永远不见。”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。我老婆突然要查我手机，我根本不虚，直到她在兄弟群里发了一句：“兄弟们，猜我现在和哪个女的在一起？”我老婆发出这句话后，我浑身肌肉紧绷，慌乱之下，我故作镇静，捏了下她的脸，调笑说道：“啧啧，干什么呀？不相信你老公我呀？”我老婆眨巴了下眼睛，鹰一般的视线牢牢盯着我面部表情的变化。“相信啊？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相信我？怎么手还抓着手机紧紧不放？”我眼疾手快，把他压倒在沙发上，使出必杀技：“宝宝今天身上的味道怎么这么好闻？快给老公亲亲！”我老婆没有沉溺在我的温柔乡里，反而冷笑一声，一把推开我：“怎么了？这是这么反常做什么？”“我反常，是他反常好吧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做什么呀？谁家老婆没事干，整天就想着扎自家男人手机呀？一招不行，再来一招。”我搂着他肩膀，委屈控诉：“干什么呀？是不是老公最近工作忙，忽视我家宝宝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道歉，我认错，老公罪该万死。”趁着我老婆莫名其妙红了眼睛的顺当，我成功摸到手机，好险！可就在这时，微信响了，手机瞬间被我老婆抓紧，她眼里没有了刚刚的温情，此时就跟冰弹子见了日本人，要浴血奋战。我的心紧紧提起来，扑过去想把手机抢回来，可晚了，她已经弓起身子，缩在沙发上打开了手机。我此时好后悔没有把她的指纹删除，内心一阵一阵的发慌。我老婆看完了手机，直起身子，面如死灰。我心想，完了，这下真完了。我心虚胆怯，冷汗都下来了。可她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我就说林媛媛认错人了，你怎么可能会跟着一个大学生去赤坂亭吃饭？她说完，随手将手机丢了过来。我松了口气，心里暗叹，幸亏兄弟们机灵，没给我整出岔子，差点没被他吓死。我拿起手机查看兄弟群里是谁回复了刚刚的信息。江涛这小子反应快，估计看出这条信息不同寻常，回的是：“就你这怕老婆的怂样，除了我嫂子之外，谁特么和你在一起呀？”我真想给他竖个大拇哥，又闯过一个大关。我老婆依偎在我怀里，呵呵傻乐。我顺势低头亲了她一下，微信再次响了一下，我俩同时看向手机。这一看，我差点吓尿。江涛那个臭傻吊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他竟然此地无银300两，又发来一条：“你说你都多久没和兄弟们聚一聚了？是不我嫂子给你下了迷魂药？你特么精尽人亡了，哥们还等着你和我一起钓鱼呢。”就在昨天星期天，本来我是准备和我老婆去南湖露营散散心的，可妍二那小姑娘缠得紧，非要吃什么日料刺身，还说新学了几个不得了的技术，让我尝尝鲜。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被她迷惑，就哄骗着我老婆说要和江涛去钓鱼。本来这事根本不可能败露，万万想不到江涛这货太蠢了，败在了话多上。我老婆明显生气了，
脸红脖子粗，抢过手机就开始翻看，找其他的蛛丝马迹。我忍不住发了火：“你有病吧？发什么神经？”我老婆猛地扭头看我，眼睛一下就红了。我有病？你骂我有病？你是不是做贼心虚了？你不是说你昨天和江涛钓鱼吗？你为什么撒谎？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他是谁？我烦不胜烦，扭头就走。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和你说的着吗？你下半辈子就抱着我手机过吧！操！我直接摔门就走，下楼找车，发动，一气呵成。我和孟欣认识时间长达10年，大2那年确定关系，她是我的女神，我追了她很久才追到的，自然我对她很好，很珍惜她。她想买的包包、化妆品，想去的网红店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。我们之间有太多美好的回忆，欢笑甜蜜，痛苦无奈，分手复合，又分手再复合，反复磨合。她从灵动可爱的小女生变成一个市侩敏感的大龄女青年，这中间我也犹豫过，也被乱花迷过眼，但我实在无心在其他人那里投入过多的财力、物力和心神。2年前，我和她求婚了，我们组建了一个家庭。无她，时间长了，我需要对她负责任。每一个步入婚姻的人，一开始都是奔着余生去的，我当然也如此。婚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和之前的莺莺燕燕断了联系，一心一意奔着好日子去了。可长久枯燥乏味的生活，渐渐放弃自身管理财力物力所求无度的梦心，我一点点失去耐心与欲望。在一次兄弟聚会的餐桌上，我认识了江可，其中一个好兄弟的小老婆，他的同学，一个美丽妖娆、不做作、开朗爽快的在读研究生。自我来了之后，他就直勾勾盯着我，对我的好感更是坦然表露了出来。兄弟们哪个不是玩得开的，自然起哄让我今晚上就拿下他。我不紧不慢点了支烟，透过缥缈的烟雾看向江可，年轻真好，那纤细的手臂，薄薄的肩膀，让人控制不住的心猿意马。我半推半就，开了个豪华套间，一晚上就伺候得他舒舒服服。江可是真的直白，他直接和我明谈条件：我不会破坏你的婚姻，你也不能过多干涉我的私生活，我们各取所需。你1个月给我2万块，我1个月陪你4次。我揽过他娇嫩的肩膀，轻轻用胡须扎他，顺势将他压在身下。小嘴儿怎么这么会说？但我告诉你，跟着我的这段时间，你只能有我一个男人。他躲着痒，咯咯一笑。我趁机又来了一次，这老多的钱，不上白不上。那种在道德边缘反复践踏带来的快感，那种危险又刺激的偷腥欲，让我想要挣脱约束的呐喊，让我无法自拔地陷入其中。为了和江可联系，我买了个新手机，新开了小号，只和他一人联系。孟欣看我手机，我是真的一点不怵，那手机比老人机都干净清白。谁能想到昨晚上，林媛媛那个多事的女人，竟然偏巧看见了我和江可吃饭。孟欣也是没脑子，直接就来试探我，真的是烦人。这日子就不能消停着过？我是没给他钱，还是没给他爱？虽然孟欣现在和以前大学时期的灵动没法比了，但老婆就是老婆，我再怎么玩，也从来没想过和他离婚。思虑至此，我只能拿出新手机，在小号里重新添加了那几个二愣子，然后组建了一个群聊，一个微信视频就打了过去。哟，这不是顾明吗？你这哪来的新号啊？说话的是林媛媛的老公，我的好兄弟汪洋。嘿，我明哥，爷爷我刚刚说的话完美无瑕吧？什么时候请爷爷吃饭？感谢感谢爷爷呀！这就是江涛那个大傻帽，我吃你大爷！你特么吃屎去吧！江涛一愣，瞪大眼睛，去你娘的！你特么骂谁呢？我实在是心烦意乱。你特么过脑子！江可1个月陪我4天，不就每个星期抽出1天能陪我吗？昨天是星期日，你特么脑子被狗吃了！想不到我昨天有可能是和江可在一起吗？我说话的顺当，几个兄弟害怕说话不方便，都换了个地方。江涛脸刷一下变了，我去，大爷，你吼个毛啊！
你撒谎至少和我串通一下呀！我特么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根本不想听他说话。我去见江可，找的借口无非就是和你去钓鱼。你要么就别说话，非得多来一句很久不见我了。你特么故意的吧？江涛气急了，想和我吵吵，被汪洋打断。他出来调和：明子，你先别生气，嫂子那里不是还没证据吗？就这么一句话，不至于。最近新上了一款 Coach 包包，也就4、5千，买着哄一哄，也就没事了。我想起来最初的原因，还不是因为他老婆林媛媛不懂事，多嘴饶舌，才会让孟欣怀疑我查我手机。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可闭嘴吧！有时间多调教调教你那老婆，一天没事干，尽掺和别人的家事了。他怎么不去妇联办事处上班去，做什么自媒体？汪洋脸一僵，顾明，你别疯狗乱咬人。我老婆怎么得罪你了？我直接斜了他一眼，大致说了下事情的经过。汪洋翻了个白眼，叹了口气：哥们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自己收敛着点，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真以为你单身啊？这回是我老婆撞见了你，那下回呢？你和嫂子迎面碰上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满腔的怒火渐渐平息，我这才开始正视这件事。小情人懂事体贴，老婆温柔顾家，这日子太过舒心快活，竟然一时得意忘形了。我承认自己过于心急，说话重了，和他们道了歉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思忖一番，直奔江涛家里。江涛单身，挺优秀一青年，但就是没玩够，一直不结婚。我拿来他手机，揉乱头发，做出一副颓废相，拨通我岳母的视频电话。刚被接通，就红着眼说道：妈，对不起呀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想让您劝劝欣欣。欣欣她最近疑神疑鬼的厉害，天天闹腾着要查我手机。您也知道我的工作性质，每天应酬很晚才回家，免不了有些忽视他，没糊了他的心意。任江涛就在群里和我开了句玩笑话，他就生气把我赶出了家门。我身上没钱没手机，车钥匙也没拿，这不来江涛家里，还是江涛下楼给付的打车钱。我适时低叹一声，果不其然，我岳父啪一下踢了脚椅子，拧着眉头怒气冲冲地说：我看他是翅膀硬了，想上天了。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你别和他计较。这欣欣一天到晚没事干，疑心病重了可不是好事。你们赶快要个孩子，叫他体验一下养家的辛苦。我岳母也是摇了摇头，这孩子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一天到晚净找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你赶快回家去吧，有家不回算怎么个事儿啊？先就这样吧，我们这就给欣欣打电话。电话挂断，江涛坐在一边，竖起大拇哥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卧槽，牛逼呀，明哥，这招颠倒黑白，恶人先告状，被你玩的是明明白白呀！我给了他一脚，嗤笑一声，学着点呢，废物！我在江涛家里没坐多久，就告别出来了。出来后直接视频给江可，这丫头没接，给我挂了。我返回车里，悠然自得点了支烟，慢慢吞吐。没一会，江可给了回了个电话：喂，明哥。我故意拖长音调，不高兴地嗯了一声。他赶忙笑嘻嘻问我：今儿可是星期一，不用陪嫂子啊？我吸了口烟，发动汽车后才软着音调回话：今天不陪大老婆，陪我的小老婆去民族路那家酒店，11点见不着人影，有你受的。江可呀了一声，磕磕巴巴准备说话，我没给他机会，直接挂断电话。岳母让我回家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回去？我不得受气包一样，宿醉后一脸落魄的让他心疼一下，好好给他长个记性。我让他没事干就查我手机，最后还不是被我一个包、一个吻、一句软话就哄得服服帖帖，还不是得听他爸妈的话，趁早给我生个孩子。我急吼吼往酒店赶过去，一直等到11点半才见到他人影。江可穿着一条牛仔裤，白色立领儿的衬衫短袖，平时一头海藻般的长发也盘起来了，
扎成一个丸子头，见惯了他紧身的衣物，尽显腰身。此时的江可青春靓丽，像个单纯的孩子。我迫不及待地将人揽在怀里，胡乱啃着她娇嫩的肌肤。老婆，你接的打扮，老公喜欢。江可瑟缩一下，豫剧还淫笑了一声，还不是怕你见多了我的一种样子，给你换换口味儿。瞧瞧人家这觉悟，女人要都像是江可这样的想法，那哪家的老爷们会偷腥？我一把抱过她细软的腰肢，狠狠将她抛在床上，随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响起，优美而动听，一整夜的酣畅淋漓。江可小猫一样窝在我怀里沉沉睡去，我也亲了亲她水润的小嘴，燕足眯上了眼睛。我没睡着，心下一番计较，明天还得演一场大戏，必须让孟欣给我道歉，保证以后再也不乱翻看我的手机，给他来个下马威。再就是为了让孟欣彻底放心，我得和江可说一说，2个月的时间先不能和他联系了，这个专用手机也得转移地方，不能随身拿着了，以防万一。还有，在和江可断联的2个月之内，必须勤恳耕耘，让孟欣怀上孩子。一旦怀孕，孟欣哪还有心思管我干什么？一个孩子就足够她忙活了。计划周全，我的心终于落下，沉沉睡去。可我感觉没睡多久，迷迷糊糊中有人敲门，喊着什么消防怎么了？敲门声一声大过一声，让人烦躁不已。胳膊一轻，江可嘟囔一声，过去开门。可紧接着，啪一声响动，又一声啊的惊呼。一个男人怒声吼道：“江可，我操你妈的！你敢绿我！”我混沌的大脑一下子惊醒，心跳声一下高过一下，速度快的仿佛要跳出胸腔。我猛地起身，一睁眼，孟欣就站在我的眼前。她瘦弱的身体摇摇欲坠，眼睛通红一片，眼底却失望荒凉。我仿佛失了声一般，一句话说不出来，直到一个响亮的巴掌把我的头打歪了一些，头发有些遮挡住我的视线。我感觉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，我克制着自己的胆怯，抬头直视孟欣，开口叫了一声：“老婆。”孟欣闭着眼，眼泪扑簌簌往下落。闭嘴，人渣，你不配！她踉跄一下，被身边的人扶住了。我这才看到林媛媛，她愤恨盯着我，狠狠瞪我一眼。呸，狗东西！门外好像有人进来了，细下一看，这不是汪洋吗？汪洋急吼吼冲进来，看见这个场面，一下子呆滞在原地，仿佛被捉奸的是他一样。他脸红脖子粗，拉了一把林媛媛：“老婆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以为你是真的看错了，就多说了你一句。”林媛媛1.7米的个头，抬脚就踹了上去，又补了一巴掌：“闭嘴，蛇鼠一窝的东西，给老娘滚远点，滚！”耳边轰轰嚷嚷的，我极力镇静，起身飞快穿衣服，可鼻尖一阵阵的可疑腥味儿，让我无地自容。这辈子，我的人算是丢尽了。那边好像还站着警察，穿着警服，在问江可话。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错，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了这个样子。孟欣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？是谁透露的信息？可我明明没有和任何人说我来见江可呀。直到警察走在我面前问话，他们怀疑我嫖娼，我说我没有。见我们这边这个情况，警察潦草问了几句就退场了。那边江可身边站着的竟然是他的未婚夫，长相周正，看着老实木讷。他胡乱揪扯着头发，大男人竟然哭着骂江可：“你个烂货！”我说：“你怎么那么晚了？非要说学校里有事，这就是有事。你他娘的光明正大出去卖，我都敬你是条汉子。可你看看你干的是些什么事？你破坏别人家庭啊！我操你妈的！平时穿得跟个正经人似的，床上怎么叫的？现在叫给我听听！”我神情麻木，心情复杂至极，只是紧跟着孟欣，一步不敢离。我害怕了，活了30年，头一次这么害怕，像是漂浮在海面上的鱼目，四处游荡，不知终点。手里的东西，
我不仅抓不住，直到走进电梯，都还能听见江可老公疯狂的咆哮声、小点声：“贱人，你还知道丢人？你特么的都不知廉耻了！”擦肩而过的人神色各异，我震惊抬起头，却还是感觉身后异样的视线能穿过我的身体，这让我特别伤自尊。孟欣直挺挺地往前走，身边紧跟着林媛媛。外面不知何时竟然下起了雨，秋风一扫，满目疮痍。林媛媛从包里拿出一把伞，赶在我脱了外套给孟欣往头顶上之前，撑开了伞。孟欣垂着眼，一下都没往我身上看，仿佛我是个透明人。这种忽视让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般，密密麻麻的疼痛让人喘不上气来。他从包里拿出我的手机，递给我，这才看了我一眼，这一眼让我心头一震，那种冷漠的、嘲讽的、鄙夷不屑的。他说：“顾明，这个月底之前，我们把婚离了。你转给江可的钱，如果没有一分不差的要回来，我就直接起诉。财产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你就给我60%，房子、车子都是你的婚前财产，和我没关系。如果同意，我让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书。有什么事儿，你直接和我律师联系吧。”我张了张嘴，突然感觉手抖头晕，喘不上气。等我意识回神，才发现我紧紧抓着孟欣的手。欣欣，老婆，求你了，你别这样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对不起你，没有下次了好吗？原谅我，原谅我好吗？老婆，我们这么多年了，你舍得吗？是，我该死，我错了，离什么婚呀？别闹了好吗？什么婚前财产都是你的，全是你的，什么60%，我的财产不就是你的财产吗？我全给你，都给你，什么面子、里子的家都没了，那些虚有其表的东西算什么？悔恨、愧疚、自责，让我内心慌乱不堪。我从没有如此的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管不住下半身。我根本不想离婚，我现在只想留住孟欣，她是我的老婆呀。她什么时候用那种陌生的眼神看过我？那时候吵过闹过，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从彼此生命中剥离。可现在，她的眼神让我害怕。孟欣眼睛通红的，眼眶渐渐蓄满泪水，直到存不下，一直往下流，跟水龙头一般。我吸了下鼻涕，跟着她哭，想把她往怀里拢，可她一下就推开了我，胡乱擦了下脸，而后从包里拿出一份协议，给我一支笔。你要真觉得对不起我，觉得你愧对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那你现在就签了这份协议。我手抖得厉害，看都没看，以为就是些财产转让书，一把拿过来就要表忠心，可翻到最后一页，才看清这是份离婚协议。协议上说明财产女方占比80%，车子房子都归女方名下。亢奋欣喜的心一下子冷却，这份协议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为什么这些东西像是早有打算？这些疑团像是兜头浇了我一盆凉水，透心凉。我收起笔，缓慢抬头看孟欣，孟欣的表情也在我收笔的刹那转为了然与嘲讽。怎么，你刚说了什么话，3秒就忘了是吧？是，我是说过财产全部归他，可那是在我们没有离婚的前提下，她都不是我老婆了，凭什么把我的婚前财产、车子房子都给她？那我住哪里？开什么车？何况不就屁大点事儿吗？不就完了完？犯了是个男人都会犯的错吗？怎么就没完没了？闹离婚呢？就算离婚，也得跟着法律走。凭什么你想要60还是什么80就得给你呀？多大脸呢？现在的婚姻法规定，必须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才会判离婚。像这种捉奸在床的出轨行为，都算不上过错方，和分多分少财产没有1毛钱关系。何况夫妻双方但凡有一方不同意，这婚就离不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离他，能怎么着？耗着呗，反正我根本没有离婚的想法。就这么一会的时间，孟欣就等不及了，她拉着林媛媛的手，嗤笑一声，转身就走。我缓慢移动视线，紧紧盯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背影。
和从前不一样，脊背绷直，有些倔强。我从裤兜里掏出烟盒，甩出一支烟叼在嘴里，不紧不慢冲着背影喊：“老婆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唯独不同意离婚。离婚这关，别说我了，他爸妈那关他都过不了。”我跑了几步，钻进车里，隔着雨幕，那疾走的行人仿佛一只只勤劳的蚂蚁。静下心后，我先打电话给汪洋，刚接通，汪洋就哀声求我：“大哥，我求你了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兄弟一场，你别拖我下水好吧？你行行好，别再把兄弟的家给搞散了。”我气急了，冷笑一声：“怕毛啊？真以为自己一身清白呀？谁不知道谁呀？行了行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电话，我就问问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老婆是怎么知道我位置的？是不是你们中间谁背刺老子，专给我老婆偷摸告状了？”那边气冲冲吼我：“告状？我们哪个人会想到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你特么顶风作案，还要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呀？你有病吧？这么缺女人吗？你先好好找找自己的原因吧。怀疑这个埋怨那个，你怎么不管好自己的下半身？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惹得老子一身腥。”操，他有什么逼脸吼我？没等我发火，电话直接被挂断。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怒火，再一次燃起火焰。他像是奔腾的野兽，冲撞着没有出口。我狠狠砸了一下方向盘，猛吸了几口气。操！我拿起手机，电话打给江涛，可这孙子竟然不接我的电话。我点了支烟，狠吸了一口，才平静下来，视线微微转动，被一对男女吸引而去。注意一看，才发现是江可和他的未婚夫。江可瘫软坐在地上，雨水将他清丽的面容打湿，像是一只被浇透的小鸡仔。那男的手里拿着江可的手机翻着看，从愤怒的全身颤抖，到眼里骤然平静下来，却透出阴森的寒霜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我不明白，两个人没结婚，分手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？我扔了烟蒂，轻踩油门，从他们身边擦过，疾驰而去。回到家里，空荡荡的房间让我心里缺了一角。我打电话给我岳母，显然我岳母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大概。我先道歉，她唉声叹气：“顾明，你不该呀，你不该撒谎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让欣欣堵在酒店里，这件事怎么可能轻易就过去？”我疲于应付，可不得不应付，起身去茅台专卖提了几瓶酒，又买了几条毛氏雪茄，一下花了6位数，赶去孟欣家里，却没见到孟欣。我站在客厅，看向我岳父，我岳父沉着脸，眼神每扫我一下，我知道他什么意思，表面功夫的做到位，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：“爸，我错了，我混蛋，但我真的很爱欣欣，没有欣欣，我活不下去。”我岳父拿出手机，蹙着眉头，做事要打给我父母：“顾明啊，你爸妈生你养你不容易呀。”一句话让我的心高高提起来，这一句暗示意味强烈。我扑过去，赶忙从兜里掏出一张卡：“爸，我真的错了，只要您能原谅我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爸妈都是县城里的公务员，职务不小，这种事情一旦被闹大，不止丢了面儿。”我岳父叹了口气，我顺势将卡塞在他手里，他丢在桌面上。他起身给孟欣打去电话：“欣欣，你回来一趟，离婚的事情，爸妈同意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可我岳母却朝我使了个眼色。我心想，这是成了。孟欣回来后见我跪在当地，脸一下就变了。他想转身走，被岳母一把拉住：“欣欣，不要耍小孩子脾气。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这世上哪有不偷腥的猫？这样，你让顾明把房车都过户在你的名下，然后你们小两口再买个房子，生个孩子，这日子多好过呀！”我的脸渐渐僵硬，心里忍不住骂：“老奸巨猾的东西！”不管了，先哄吧，等哄好了之后，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孟欣不可置信看着他妈，瞬间泪流满面。她的身子如枯黄的秋叶飘落，簌簌发抖，头发挡着半张脸，小手狠狠擦拭一下，
抬眼已是满目愤懑。爸妈，你们真的爱我吗？你们了解过我真正的想法吗？你们除了控制我，还能做什么呀？我岳母气极了，指着他鼻子骂：我和你爸还不是为了你好，离了婚你就是二婚了。你以为你还是18岁的黄花大闺女呀？顾明对你不好吗？给你钱花，给你吃喝，你就当他找了只鸡不行麻。你这孩子怎么还是这么不懂事？从小到大，你什么时候才能让爸妈少操点心呢？顾明不是你自己看上的吗？是谁那时候为了顾明死去活来的？孟欣先是麻木看着他妈妈，后来直接哭了，哭声越来越大，到最后他捂着头尖叫一声，像是一只悲鸣的孔雀。他对着我岳父岳母恶狠狠说：我真的好讨厌你们，这婚我离定了。我岳父一惊，2步上去扇了他一巴掌：混账，生你养你，最后换来你这么一句话，没有我们哪来的你？这怎么还朝坏的方向发展去了？我赶忙起身，猛地把孟欣搂在怀里。爸妈，这事儿本来也是我做错了，孟欣生气是应该的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先带她回家吧。孟欣任由我搂着她，我欣喜地把她的手握在掌心，准备出门之前，她突然回头说了一句：你们生我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岳父气得抬手指她，你了半天，可孟欣理都没理，转身就走。出门之后，孟欣猛然将我的手甩开，没有了刚刚的平静。直到下了单元门，我才看见林媛媛就在楼下，远远的，汪洋在她身后站着。林媛媛眼见孟欣下来，眼神一暗，几步扑过去，扯开挡着半边脸的手：谁打的你？你爸妈又打你了。孟欣吸了吸鼻子：没事，别担心，不疼。孟欣的原生家庭一直都是这样的氛围。我在第一次见了他们之后，就发现了这对控制欲极强的父母，而且还见钱眼开，自私至极。和孟欣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和我要了66万的彩礼钱，可陪嫁却一分没给。2个人大洋南北到处游玩，却对女儿不闻不问。孟欣没有安全感，曾和我说过：老公，这世上你就是我最亲的人。我和他在一起之后，把全部的爱给了他。我对他这么好，也没有家暴他。我觉得我还是有把握能哄他回来。我向前一步，低声和孟欣说话：欣欣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孟欣还没说话，林媛媛突然转身给我来了一巴掌：滚远点可以吗？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惺惺作态？要不是你故意拿着欣欣的父母来牵制欣欣，欣欣至于这么大了还要挨打，你可真恶心！我愤怒瞪着他，抬手想反击的那一刻，就被汪洋扑倒在地。狗日子，你敢打爷爷老婆？爷爷我弄死你！渣男！我一脚踹在他当下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没嫖过，还是没找过大学生？放你娘的狗屁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老子嫖过、找过大学生？我一股脑把他所有的过往都说了出来，他连我嘴都捂不住。2个人像是倒豆子一般，叽里咕噜骂了个遍，直到精疲力尽倒在一边，抬眼才发现孟欣和林媛媛早就不在了。汪洋起身踹了我一脚，声音带着哭腔：狗日的，就因为你，我老婆也要和我离婚了，以后别联系老子，老子和你绝交。我不知道孟欣去了哪里，估计是和林媛媛在一起。她们2个人是闺蜜，大学时我们4个时常一起约着吃饭看电影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想这其中的弯弯绕绕。我喝了半瓶白酒，想起拿去岳父岳母家的茅台和雪茄，一阵心疼。他妈的，没办了事，还费了老子的钱，真是2个老不死的。我太困了，昨天晚上累了一晚上，拢共没睡几个小时。今天又发生这样的大事，我迷迷糊糊躺在床上，沾了枕头，沉沉睡过去。早晨醒来，我给孟欣打去电话，意料之内的暂时无法接通，他拉黑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。我想先去单位看看，请个假来好好调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可到了单位，
同事的反应非常奇怪，甚至有些实习生当着我的面对我指指点点，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，让我一阵慌乱。我拉过我的助理到楼梯间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给我看了一个 PPT 页的 PPT， 什么鬼？标题是某某学院某某专业12班江可的出轨情况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被动接受我看到的一切，就一个出轨，他未婚夫竟然做了58页 PPT， 而且还有目录，这里面的出轨男不止我一个，竟然还有另一个男人，我的单位、年龄、生活状况、已婚的事实，还有我和江可那些暧昧撩骚的聊天记录，全部被放了上去。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手控住不住地发抖。助理一把拿过手机，转身离去。我的手机呜呜地震动，我麻木拿起来，看见是我爸给打来的电话。接通后，劈头盖脸的挨了一顿骂。我只听到孟欣举报单位这样的关键词语，大脑空白，耳朵轰鸣。我根本不敢相信孟欣会做得这么绝。我仿佛是一个行尸走肉的僵尸，麻木地一步一步走在工位上。有一封来自董事局的邮件，单位要和我解除劳动合同，理由是个人作风问题，引起网络社会的关注，给单位带来负面影响。我妈给我来了一通电话，言辞冷漠，命令我尽快离婚。为了这么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值得吗？傻子都知道家丑不外扬，他倒好，直接举报了，搞得人尽皆知。你赶快离婚，那财产什么的不值一提。这样的女人，要不的，我限你3天之内给我办了这件事。要是影响了我和你爸的工作，我们就没你这个儿子。我麻木收拾了办公桌上的东西，平时低声下气的下属，个个趾高气扬的斜眼看我，他们不屑看垃圾一眼的眼神，深深刺痛我，从云端跌落谷底。只需要1天的时间，我此时对孟欣从内疚疼惜变为愤怒怨恨。要不是他的铁石心肠，我何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？电梯门逐渐合拢，几个实习生压低的谈论话语传进我的耳朵里。一个男人连所谓的欲望都控制不了，那他能干成什么大事？好好的生活被他搞得一无所有，真是活该呀！这个代价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反思自己，那可说不准。也许他现在正埋怨这个怨对那个，就是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。我猛地抬头，内心震颤一下，一瞬间子弹正中眉心。原来这就是真实的人性，总是在权衡利弊。其实结局早已注定。番外孟欣发现顾明出轨，其实是在1个月以前。那天我和林媛媛逛街，看见她在奢侈品店买衣服，那是我从没有穿过的品牌，看着也不像是我的风格。一条最小码的火红连衣裙，她压低声音，脸上的笑意很难评，有种介于宠溺与猥琐的笑容。乖点呐，已经给你买了，晚上穿给老公看，看老公怎么弄死你。他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，太过投入，竟然一点没发觉我的存在。那一瞬间，我想了很多，愤怒、麻木、晴天霹雳、自我怀疑，甚至我想到，我也要找个男人来报复他。林媛媛紧紧拉住我，把我抱在怀里，不让我发出一点声音。她哄着我，让我从痛苦、失望、挣扎中渐渐平静。我从没有想过顾明会出轨。上学时的他优秀帅气，说话幽默风趣，好朋友到处都是，我们有个非常美好的开始。他甜言蜜语说尽，我曾被他宠成天真无邪的孩子。婚后，我在单位和一个女同事相处得不太好，她也许是嫉妒，看不惯顾明天天来接我上下班，背后和别人说我矫情不好伺候。看着吧，看她老公某一天在外偷腥，她是怎么蒙在被子哭的。我气不过，跑在她面前反击。我老公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的家。就算全世界男人都出轨了，我老公都不会出轨。那些过往和我内心对他十足的信任，简直像个笑话。我不明白，我有一份好的工作，还有一张漂亮的脸蛋，他为什么会出轨？明明我们的夫妻生活没有任何问题呀。
后来我才想明白，男人除了性之外，还有面子、自尊、英雄主义，甚至是一些千奇百怪的小癖好。有些人忠于妻子，忠于教养，而有些人将三观摒弃。林媛媛作为局外人，冷静地和我分析过，现在和他闹翻，能不能彻底处理了这件事？结局是并不能，无非就是狡辩，也没实质性证据，还打草惊蛇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关注着顾明的一举一动，直到发现他竟然有2部手机。我半夜爬起来，去车里找到了另一部手机，没有密码，只有一个好友，一字一句暴露出顾明我从没有见过的另一面，可以说是笔漏粗俗。我全身发抖，手脚抽搐，大哭呼吸，差一点晕厥，那泪水不要命地往外流。我把所有的聊天记录全部录成视频，连带转账记录、隐私照片。我知道了江可的院校信息，查到了开房记录。那一夜，我缩在被子里，哭到天亮都没睡着。我只给自己1夜的时间，看到了，失望了，心死了，痛快哭一场。第2天醒来就是新生。我跟了江可1个星期，得知这女孩玩得花，吃得好，一点不亏待自己。她竟然还有个未婚夫，已经买了婚房，炮友可不止顾明一个。这可真是让人三观炸裂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跃跃欲试，那天早就说好要带我去露营的顾明，突然告诉我说，江涛约他去钓鱼，说他俩很久不聚了。我求之不得，没往其他方面想，自己下楼吃了个面条，却迎面碰上了江涛。我这才意识，顾明估计是去见江可了，真可笑啊！谁能想到，顾明说的谎话就这么被轻易地拆穿了。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我都想替顾明好好想想，该怎么圆这个谎。我没理人，擦身而过时，江涛没有尴尬，竟然喊住我：“嫂子，你吃面呢？明哥呢？啥意思？说谎都不带和人提前串通的。”我突然不想装了，想这样挑明就好，这个节点就不错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明哥不是在和你钓鱼吗？渣男！”江涛一愣，呆呆站在一边。我转身就走，本以为江涛会立刻电话给顾明报告，顾明也会找一切借口敷衍我，可一切风平浪静。林媛媛晚上打了个电话给我：“心儿，我今儿又碰上那对狗男女了，怎么样？开整？”我同意了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至于江涛，没心思想他怎么想的。直到星期一的晚上，在一个对于顾明来说很放松的时间点，我拿过他的手机，在他那个兄弟群里发出：“兄弟们，猜我现在和哪个女的在一起？”我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想到江涛第2句话竟然帮了我那么大忙，这直接让一切都进展得特别顺利。顾明为了证明他的清白，直接把手机扔下了，这简直太好了。手机留下，我就可以得到他领导的电话，就没有人能联系上他了。林媛媛说得好啊，男人在察觉事情不在掌控之内，就会想尽一切办法，等事情重新回到他的预期，他就会放松警惕。放松了警惕，他第一想到的就是犒劳自己，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。在这之前，我和林媛媛从来没找过江可的未婚夫，只等今天激怒他。林媛媛跟了顾明一路，直到他停在江涛楼下。果不其然，我妈刚把电话打给我，没一会顾明就出来了。顾明开车一直到酒店后，我才直接去了江可的家。我看着他着急慌忙地打了车，才去敲响了他家的门。江可的未婚夫知道自己的女友出轨后，差一点没掀了桌子，可证据就在那里。他气得拿出手机，想电话给江可。我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告诫他明天一早直接捉奸在床，效果会更好。他看起来真的很痛苦。凌晨5点，我们一起去了酒店，想直接问出顾明的房间号，可服务生死活不说，没办法，只能报警举报顾明嫖娼。离开酒店的时候，我再次给江可的未婚夫下了一剂猛药。你可以拿着江可的手机好好翻翻看看，
你未婚妻可是玩得很开的，可不止你们2个男人，男人的权威不可挑战，一旦涉及礼义廉耻，被戴了绿帽子，那杀人的心都是有的。可我举报了顾明的私生活混乱，个人作风有问题后，看到热搜第1，研究生出轨，页 PPT， 简直震惊了，是真的震惊，而且还直接上报学校，告知了他父母，让江可一夜之间社会性死亡。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男人的愤怒真的太可怕了。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，对方有多爱你，就会有多自律。由此可知，这2个人谁都不爱，只爱自己。而顾明为了目的不择手段，知道我哪里最痛，就专用刀子扎我哪里，真的是太可恨了。我这辈子和原生家庭再无和解的可能。顾明离职当天就联系我了，他知道我做到这个份上，我们之间再无可能，所以只和我谈离婚。他说他净身出户，明天就去离婚。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内。顾明的爸妈一贯鼻孔里看人，自视清高，最怕退休之前饭碗蒙了灰，钱这些他们不在乎，在乎的无非就是面子自尊。我不催他，自有他爸妈着急。我冷笑一声，没说话，因为我要的不止这些。他苦苦哀求我，让我给他把婚前财产留下。我直接挂断电话。电话再次打来的时候，他哭了。梦欣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笑了。你在外面风花雪月，事情败露了，还想我对你嘘寒问暖？你想多了，人是相互的，你要好好珍惜我现在留给你的东西，尤其是脸。他也怕我继续发疯，到时候倒霉的可不止他了。他答应了。第2天我们就去离了婚。他连起码的干净整洁都不在乎了，胡子拉碴，衣服更是一堆的褶皱。临走时，他颓丧着脸，了无生气。梦欣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？我直接笑出了声音。是啊，脱离了渣男，也托你的福，不用再回去见那些不爱我的人，真的是太爽了。我转身离去时，他突然问我，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我出轨的事情？我回头朝他摆了摆手，都过去了，你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？一切得偿所愿。我的棋分毫不差，大获全胜。本来这一切都已经结束，可半个月后，我听人说顾明的父母还是被连累了，江可怀孕了，让顾明负责。顾明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江可没得到回应，竟然上顾明父母的单位去闹。顾明他爸吵不过江可，一气之下甩了江可一巴掌。这一巴掌，孩子没了，工作没了，面子没了，钱也没了。你看，做人还是不要太得意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。林媛媛和汪洋也离婚了，我劝他好好想清楚，他嗤笑一声，满不在乎。姐有钱有闲，要那么个糟心玩意，留着找气受啊！这世上缺钱缺爱，唯独不缺的就是男人。当初结婚是为了幸福，此时离婚更是为了幸福。离婚3个月后，江涛突然频繁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我对此烦不胜烦，直到他送了我一辆奔驰，堆了一地的鲜花和我表白。梦欣，我喜欢了你11年，你已经占据我生命中的90%，给我个机会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我张大嘴巴，简直惊呆了。不是，你的生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认为你能作为顾明的朋友，有脸和我表白？你听说过一丘之貉这个词吗？不好意思，别来烦我，我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群体来和我沾边。江涛脸色一变，他起身，赶忙解释，我早就和顾明断了联系，但还是和你说一声对不起，是我唐突了。之前江涛身上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，但不重要，他的暗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事事皆有定数，遗憾也是命运的安排，错过的、不合适的，终归是没有缘分。黄昏卸去，夜幕铺开，路灯照亮脚下，宁静的夜中，突然传来林媛媛的惊叫声：“妈呀，心儿，今儿的月色真美！你那玫瑰花没用的花，别丢了，废物利用，拿回去做干花怎么样？”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
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